形成一个8。那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很神妙，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到底代表什么啊？很多人还在研究，因为这个形状，这种的排列，跟我们的基因排列，跟宇宙里面银河系的旋转，星球之间相互的运动啊，这些是一样的啊，一样的。那在早期，当你们晓得嘛，那个女娲图，它也是2个交叉嘛。那我们练八卦的实际上啊，帮我那个拉过来一下。好，这样好。所以八卦它一个基本的东西啊，比方讲坎，离好了啊，这个叫爻嘛，是不是这样？爻是什么？爻是这个，一个的相交。为什么它要三个爻？2个的相交只是这个，它还没有形成螺旋，一定要3个，最少是3个的相交形成这个，成为爻。所以八卦里面的这个3爻啊，3爻，有些早期有些卦它是四爻卦，有4爻卦，然后到易经的六爻卦，就表示什么？它有好几个这个，它就变成了这个，它变成这个，所以是它们之间的变化。那基本从哪来的？基本就是这个，所以一个交叉是不够的，2个阴阳是不够的，就一个阴一个阳是不够的，要再加上一个3生万物，再加上一个就变成爻了，才有变化。所以在八卦拳里面，他讲的那个螺旋。八卦拳练的所有东西，从基本功开始练的这些，你们练的这些旋腕、旋走，你练旋腕的时候，这是一个交叉，它们之间的嘛。你必须要有什么？必须要有第2个，这3个形成一个爻，形成一个这个的运动。所以为什么你练这个时候你不可以这样子呢？这样子它们之间就没有这个变化。这是什么变化？这阴阳间的变化，就没有这个了。所以八卦的所有的动作里面都有这个。所以你们刚才练这个，你光练这个没有，它是一个。可是当你展开了以后，你变成这个了，你看，你变成这个一个、2个、3个，它变成一层一层的这个，一层的这个，所以你不可以做出这个。现在很多人，你看网络上很多人玩这个东西，他玩成这样子了，这就没有这个了。而且这个不光是这个，因为它有3个嘛，所以它是有什么？它是有方向性的，它是有层次的，它是有方向性的。所以我才说，你们练每一个关节都要让它松开，能够单独活动。一个关节到一个关节就是一个这个。听不懂？而且有方向性。方向性就是你的力量出去一定有方向性嘛。
就是我如果在原地走，我在原地走，它不会形成这个，因为它没有在流动，它是所以转跟拧跟螺旋是不一样的，转是在原地，可是当我螺旋是什么？螺旋是在一条线上面做这个运动嘛，是吧？所以它是有方向性。它如果没有方向性，它就是自己在这边这样子。这个是转，这是拧，这才会产生出拧来。所以力量出去，一个拧的力量出去，它一定有方向性，它有方向性，它才是拧。它如果在这边动，它在这边动，它不是拧；在这边动，它就不会有1到2，它不会从第一个交叉到第二个交叉。像我们爻的演变，就是从底，从一往上嘛，是不是？从下往上嘛，它一定要有一个是下往上发展的这个方向性，它才能够成一个爻，成一个卦。看不懂？所以所有的螺旋必须有一个方向性。那其实反过来说，所有的力量必须有一个方向性。所有的力量必须有一个方向性，这个力量才是什么？才是有意义的力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这边站着，力量是中，它力量没有在动嘛，是吧？然后你接下来会动，你为什么动？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有的动，你要去发现你是为什么动。我这边痒了，我抓一下，这是为什么动嘛？这边痒了，我到手到这边，它是不是一个方向？所以你这个力量必定是有方向性的嘛。你不会说我这边痒了，我的手跑到这边来，再到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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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才到这边。不会嘛？正常人所有的行动，所有的肢体运动，所有的动都必然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的才会动，否则我在这边安安静静就好了嘛，舒舒服服嘛，我干嘛要动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只有一些精神疾患的，像那个妥瑞氏症，是不是？妥瑞氏症的动，他们那个动是没有目的、没有方向性的，他无法控制的动。我们正常人的动一定是有一个运动的方向，这个运动的方向，我们在做这个达到那个方向的时候，我中间的路线是什么路线？是直线的路线，还是弧形的路线，还是螺旋的路线？所以其实是什么？其实是先有这个嘛。所以不是说螺旋要有方向性，是所有的力量都要有方向性。那做螺旋的时候，常常会什么？常常会丢掉这个方向性，而只在这个上面做，只在这个上面做。如果一拳是出去是直线的，你是直线的，它一定有明确的方向性嘛，因为它是直线的，很好做嘛。我如果这一拳出去是弧线的，弧线的，它也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性。螺旋就比较难，因为螺旋的是什么？螺旋的它本身的方向就很多。螺旋每一个转动的方向，它本身的方向就很多，
所以当我们在做螺旋的时候，常常什么？常常因为这些不同的方向丢掉了这个主要的方向。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，就会只在这边做，只在这边做。可是其实呢，它是有一个方向性的原因的。原因是什么？比方讲，他手来，这个是方向，是不是？我的目的就是这个，我的目的就是这个，我的目的就是这个。所以它的方向是什么？你看，他的手臂在这边，我的目的如果是这边，我的方向就是在这边，所以我的缠绕在这边以后，我就在这里。看不懂，所以我不是在这里，在这里没有意义，在这边是没有意义的，晓得吗？我如果一直往上走，这边才是有意义的，它是有方向的。我如果要缠这个手臂的话，我这个螺旋的方向性就是这个手臂。看不懂？啊，所以螺旋一定要这边也是一样，我从这边缠也是一样，我从这边缠就是这个，我从这边缠就是这个，啊，所以必然有方向，所以你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不可以乱做，不可以没有方向的乱跑，一定有一个方向性，你的螺旋才有意义。也就是说，这所有的小的方向，所有的小的方向都是什么？都在辅助这个。这些才有功能。你丢掉了这个大的方向，这些没有意义了。听不懂？所以螺旋比较难，原因在这边，它是多方向性的。所以我才说为什么每一个手指头都要动，每一个手指头都要有力量，因为当我这个手在这边，你看哈，我这个手能够缠绕进去啊，从这里看哈，我这个接到这边，我第一个是这个，我缠绕进去的第一个力量是这个，第二个力量是这个。看，看不懂？这才有一个缠，从这边做好，这才有一个第一道力量，第二道力量，第三道力量，第四道力量，第五道力量，第六道力量，才有一个往前进的一个，才能产生出螺旋来，而不是在这里，不是在这里就完了。这里你没有螺旋，你不会朝里滚，所以每一根手指头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嘛，这是2个，这是3个，这是4个，这是5个啊，所以是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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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不懂？所以每一根手指头都很重要，每一根手指头就是一个齿轮，就是一个齿轮，都是一个齿轮的角。你一个齿轮必须要有那些齿轮的角，那个齿才有用，否则就在那边空转。这就是拧跟转的差别。所以八卦一定要有拧，八卦的基本就是要有拧。所以很多走八卦只是在那边转，他动作里面看不到拧，他所有的动作只看到大的旋转，里面没有拧，看不懂？所以练这些东西，不光是练手指，这些东西都是八卦的什么？八卦的基本小功，这些东西叫做小功。
小功是什么？小功是也不费你时间，也不费你精力，你就平常没事你就可以玩，你就走路没事你都可以练。这种东西叫做小功。他从小功开始就在练这个。所以这些东西不要小看它，不要小看它，所以你看刚才我缠那个手臂，也是因为你的每一个关节啊，你的每一个关节都要能够用。你的关节如果是死的，你的掌如果是死的，是整体在动的，就没有用了。这样懂吗？这样懂啊？好，再练练看。认识吧？对呀，当然不会用这样解释啊。不会这样解释嘛？因为什么是这个爻？为什么这个字啊，这个爻，它就是这个，它就是这个，两个阴阳的交合再交合。所以画那个女娲图，它一定是画成两个的交合嘛，不可能没有女娲图是你画女娲图，你画一个交合就完蛋了，表达古人很多东西的表达，他用图像化的，他用图像来表达他那个含义。那后来变成字了，那个图像变成字了以后，慢慢那个字又演变成当时图像的那个含义啊，就慢慢淡了，字就变成一个字了，所以这个懂了以后，要记得我们身上每一个关节就是一个阴阳的交汇点。每一个关节每一个可动关节基本上就是一个阴阳的交汇点，也就是什么？也就是每一个关节都是一个太极，整个身体是一个太极，到每一个关节都是一个太极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它都是一个阴阳交汇点。你的关节如果是你看我这样做，以肘关节来讲，我这样做，上臂我不动，这个动，它是不是变成一个阴阳交汇点了？是吧？我如果是这样动，它就没有；我这样动，它就没有。可是我这样动，它就是一个阴阳交汇点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的手腕也是一样嘛。我的手腕，我如果这样子。我这样子，你看，我这样子，我如果是平的这样子，它就没有嘛。我的手腕如果是这样子，或者是这样子，它就是了。你的关节是有两个力量的交汇，两个相反力量、阴阳力量的交汇，或者是开合，它就是一个阴阳交汇点。它就是一个太极图里面，它就是一个小的太极，晓得吗？它就可以产生后面就可以产生出变化来，所以对练八卦的来讲，每一个关节你要练顺，你也要练什么？你也要练逆，每一个关节你要练顺跟逆。顺是顺的力量，阴阳相随，阴阳的力量有阴阳相随，阴阳相抗，阴阳相激，这都是不同的阴阳组合在一起的力量，晓得吗？阴阳相随就是一个溪流在滚，都是上往下，很平顺的溪流。看起来很柔和，那种和它也有力量，
可是那个力量是一种柔和的力量。啊，它是一个柔和力。可是当这个溪流快了，中间有一块石头，这块石头挡在那个地方了。这个时候水到那个地方呢，它产生一个螺旋或者产生一个激荡了，这变成相抗了。啊，石头在那边是不动的。水的流动是动的，动跟静之间产生一个相抗。如果大了，像那个海浪冲到礁岩，产生一个这种力，礁石它不动，浪产生一个这个力，这是一个力量抗。阴阳相激是什么？是两个浪相激，也是海，那个海。最可怕的浪就是阴阳相激，这个浪去了，这个浪回来了，这个浪又来了，两个绑在那边，这阴阳相激。武术里面的发劲和八卦拳的发劲的时候，通常都是用什么？用阴阳相激。阴阳相随，通常你把别人推出去，推出去的力量是阴阳相随的力量，是同样一个力出的。啊，阴阳相抗是你不动，这个人很强，你不动，我把我那个力量进去，进到那里面去，是我这个力量在产生变化。啊，可是真正在伤人的是什么？真正在伤人的是，你看拳击里面就很多这样子，也不是很多，常看到，就被伤的最重的是什么？最重的是我这边一躲开，我这边一起来，砰，拳来了，是这个。晓得吗？伤的最重的是这个。打进来他走都伤不重，打进来他很强，棒，他的力量被抗住了，这些伤害都不会太重，伤害最重的就是阴阳这个，就是这个。所以这有些是偶然，有些是什么？有些是算准了对方的反应，算准了对方的反应，他一让这边一起来，这边就绑，用的力量不要大，伤害最重。所以阴阳之间有这几种力量的产生。那我们平常都是练什么？平常劲不断是练什么？是练阴阳相随。就所谓的如什么长江大河那种流动，因为这种不会造成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那种激荡。所以养力量或者养内对养身体对身体好，是阴阳相随的力，去让这个河流让这个水去顺畅的慢慢流。有时候你要冲开身体里面的某一些节点，你要冲开某一些节点。然后我们在练筋的时候，你有一些节点，你要用什么？你要用相抗的，或者甚至相激的，往前跟往后，你要用这个力量。这种力量都是在对峙什么？对峙那种你需要更大的力量去处理的那样子的问题，那样的问题才用的。但是后面两种是什么？是你阴阳相随的力量，你先要顺畅了；阴阳相随的力量，你先要有了，先要充分了，
你后面才可以做到阴阳相抗跟阴阳相激荡，或有称阴阳相当啊，听不懂？所以所有的内家拳开始在练的时候，一定都是练什么？都是练顺的。它没有发力，没有停顿，它就是走一个顺啊，走阴阳相随的这个力量啊，把一条小溪流变成一个比较大的河啊，再一个更大的河，再一个海啊，一个平静的海，它是阴阳相随的，不管是环流的流动还是顺的流动，阳流的流动，它都是顺的啊，一定都是先练这个，看不懂啊？这就是从这个来看的。好，你们再练练看。